这节课我继续来讲下一个知识点啊，下一个知识点是第14个知识点。若双曲线与椭圆的交点相同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方程啊，这是椭圆的标准方程。在一个式子当中出现的 a 当然是一样的，出现的 b 也是一样的。椭圆和双曲线和椭圆拥有共同的交点，那么双曲线的方程就可以设成这种形式。椭圆和双曲线当然可以有共同的知识点啊，我建立直角坐标系。首先我画一个椭圆，它的左交点是 F1， 右交点是 F2。那么双曲线呢，当然可以和椭圆啊拥有共同的交点。你看，这是双曲线，它的交点也是 F1， 它的交点啊左右交点也是 F1、F2。那么椭圆的方程是这样的，而双曲线的方程呢，它的连接号应该是减号。所以这个式子，你看，我就把它变化一下，变成 x 方比上 a 方减栏目的不动减去 y 方比上，把它们俩交换位置提出来的负号放在这儿，所以这个是栏目的减 b 方等于1。它和双曲线的标准方程相对比，双曲线的标准方程交点在 x 轴的是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双曲线的 a 方，而这个式子呢是我双曲线的 b 方。那么在椭圆当中啊，我既然和椭圆拥有共同的交点，所以呢，椭圆的焦距是2c，双曲线的焦距也是2c来表示。既然它们俩拥有共同的交点，说明它们俩西的值，或者说西方的值是相同的。椭圆啊，西的西方和双曲线的西方是相同的。那么它的西方就是在双曲线当中，你的这个西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加 b 方，所以是 a 方减栏目的加上栏目的减 b 方，它等于正负栏目的约掉了，就是 a 方减 b 方。在椭圆当中 a 老大，所以西方呢，它也等于 a 方减 b 方。你看，我们都是一样的 a， 一样的 b。在一个题当中出现的字母就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表明我们的西方是相同的。好了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条件。这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条件 a 栏目的小于 a 方，a 方减栏目的，因为你是双曲线里边的 a 方，双曲线标准方程里的 a 方，你得是正数，所以呢 a 方要大于栏目的，大的减小的，它才能确保是正的。这个呢，为什么是栏目的大于 b 方呢？因为我要把你连接号写成减号的样子啊，对应标准方程。那你这个分母不就变成栏目的减 b 方了吗？所以栏目的要比 b 方大，大的减小的，才能确保它是正的，它是标准型里的 b 方。好，这个方程怎么设以及条件我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2道题，大家先看第一题。第一题，已知双曲线它的一条渐近线方程给我了，然后呢，它和椭圆拥有共同的交点。那么有2件事儿，它和椭圆拥有共同的交点，椭圆的交点在什么轴，双曲线的交点就在什么轴。还有就是，既然交点都一致了，说明我们的西是一样的。好，椭圆 x 方下边的数大，交点在 x 轴，所以双曲线的交点呢，它也是在 x 轴的。我观察一下，那就是 x 方开头。哦，这4个备选答案都是 x 方开头的，所以一个也没排除掉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继续看啊。
那么在椭圆当中 ，A 方在椭圆当中 ，A 方是等于12的 ，B 方是等于3。在椭圆当中，A 老大，西方是等于 A 方减 B 方等于12减3，它是等于9的。显然，既然我跟你有相同的焦点，说明我双曲线的西方也是等于9的。双曲线。椭圆的焦点在 x 轴，双曲线的焦点也在 x 轴，当然我要设双曲线的方程。焦点在 x 轴的 x 方开头 ，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。这个未知数有点多呀，我都跟你焦点相同了，我的西跟你是一样的呀，所以我双曲线的西方，我不是也等于9吗？那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，那我就可以把 b 方或者 a 方换掉，换成啥呢？西老大 b 方是等于西方减 a 方，你看我把9带进来，是不是我这个方程里就少了一个字母？变成这种形式以后，它又给了我一条渐近线，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，它的渐近线方程是 y 等于正负 a 分之 bx 的。显然呢 ，a 分之 b 就等于2分之根号5，也就是 a 方分之 b 方是等于4分之5的。那么5倍的 a 方，我找到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啊。两边同时乘以 a 方 ，b 方就等于4分之5倍的 a 方。那么 b 方还等于谁呢 ？b 方还等于西方减 a 方，因为在双曲线当中西老大。西方等于啥呢？西方还等于9减 a 方。所以我们就知道9减 a 方等于4分之5 a 方。把它移过去，9就等于加上1，4分之4加4分之5，4分之9a 方，把9约掉，所以把4乘到左边 ，a 方就等于4，a 方等于4，b 方呢 ？b 方西方是9，b 方显然就是5，所以我双曲线的方程是 x 方比4减去 y 方比5。等于1，看一看哪一个呢 ？x 方比4，所以这道题选 B，x 方比4减 y 方比5等于1。所以焦点相同这件事儿，就是它的焦点在哪个轴？你既然跟人家焦点相同了，那么你的曲线焦点就跟它在同一个轴，而且不仅在同一个轴，西方还得一边大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做一个小题，大家看一看这道题怎么办。这道题呢，过点2斗3，并且和椭圆有相同焦点的双曲线方程。好，椭圆我要把它变成标准方程的样子把这椭圆两边同时除以45，5和45一约剩9，9分之 x 方加上9和45一约剩5，5分之 y 方它是等于1的。焦点 x 方下边的数大，焦点在 x 轴，显然我双曲线的焦点也在 x 轴，所以双曲线的方程就是 x 方开头 ，x 的系数是正的。我一观察，他们都做到了。好，什么也没排除掉，那没有关系。既然我双曲线的焦点在 x 轴，所以我就设双曲线的方程为焦点在 x 轴的，是不是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？那么你和椭圆有共同的焦点，椭圆里边 a 方是等于9的 ，b 方是等于5的。
在椭圆当中 ，a 老大，所以椭圆里边的西方，它是 a 方减 b 方9减5，它是4。既然双曲线和椭圆拥有共同的交点，所以双曲线里边的西方也是等于4的。好，既然西方等于4了，这个方程呢，我就变化一下 ，x 方在双曲线当中可是西老大了，所以 a 方呢，它就等于西方减 b 方，西方是4，所以是4减 b 方减去 b 方分之 y 方，它是等于1的。双曲线不是经过了一个点吗？2斗3吗？那说明点的坐标是按照双曲线的方程，把点带进来。x 取2，2的平方是4，4除以4减 b 方 ，y 是3，3的平方是9，9除以 b 方是等于1的。然后解这个方程，取分母，最小公倍数是 b 方倍的4减 b 方，那么它就可以变成4b 的平方减去9倍的4减去 b 方，右边的是 b 方倍的4减 b 方，次数稍微有点高啊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换个圆，要不然我们心里知道 b 方当成 x，b 的4次方就是 x 方。也没问题的，4b 的平方减4就36，加上9b 的平方，右边等于4b 的平方减去 b 的4次方，4b 的平方4b 的平方就约掉了，把它移到左边来，降幂排列 b 的4次方加上9倍的 b 的平方减去36是等于0的。当我设到这儿，我以b 的平方为未知数。以 b 的平方为未知数，它是 b 的平方的平方，它是1元2次方程。那我们就实质相乘试一试。9是9 36，这个4和9凑不上这个。要是12乘以3呢？正好是9，1乘以这个2次项系数。负号给谁呢？负号给3，12乘以-3恰好是负的36，交叉相乘12减3恰好是9，是中间项，所以我就分解成了 b 方加12乘以 b 方减3是等于0的，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，它是不可能等于0的，那就只有它等于0。b 方等于0，b 方减3等于0，所以 b 方就等于3。b 方等于3，西方等于4，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。a 方呢 ？a 方是西方减 b 方，4减3是1，所以双曲线的方程应该是 x 方比 a 方 ，x 方比1。你看，x 方比1，减去 y 方比 b 方 ，y 方比3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A。这道题呢，选 A。这个知识点呢，我是给大家讲了跟椭圆拥有共同交点的双曲线的方程，就记住2条。椭圆的交点在哪个轴，我双曲线的交点就在哪个轴，所以方程你就确定了是 x 方开头还是 y 方开头。还有一条就是，既然交点相同，西方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小知识点我就讲到这儿，下节课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。